欢迎回来，新闻大白话，我是罗光哲。再看到全球的关税战哦，那现在到底怎么样？现在台湾是不是谈判一场空？现在台湾还有这样的机会吗？郑丽君回台啊，现在没有新的进展了。现在往嘲讽说，你飞了5趟，结果还是一场空。那郑丽君今天回台之后，他怎么说呢？他说，谈判工作仍需要努力不懈，希望能够争取更优惠的税率。那但是大家更关心的谈判内容，大家还是没有看到具体的成果嘛？那我们来看到，现在川普的关税是不是跟全世界的为敌了？现在教全世界经济学吗？现在川普挥关税大刀，白宫的顾问喊说值得获诺贝尔经济学奖。哇，这个是捧得非常高哦。这个纳瓦罗怎么讲？他说，我认为川普基本上在教导全世界经济学，他或许有机会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这个很会做官哦。那接下来看到印度的部分，来看一下现在美国宣布对印度征收25%的关税分析人士认为川普把印度当成了反面教材，怎么讲呢？就说印度现在正在面临严苛的待遇没有任何产品能够获得豁免，讯息很明确，同意美国的地缘政治呢，而且签署协议呢，否则就要面临到全面性的关税。印度被当成给其他国家的反面教材。那印度人他不甩川普的关税威胁传出印度人持续购买俄罗斯的石油。那川普怎么讲呢？他说，我知道未来印度不会再买俄国石油，这是他听到的。但是根据2名印度高官的说法，他说印度进口俄国的石油政策没有改变嘛，新德里当局呢也并未向石油公司下达减少进口量的指示，所以没有在理你川普。好，那现在美国在开征25%关税之后呢，莫迪力推国货。莫迪呼吁公民呢发起国货精神，支持本土制造的产品，强调如果我们希望印度成为第3大的经济体，各个政党领导人跟公民都必须要努力推广本土产品。可是川普之前是怎么嘲讽印度？他说：“印度经济已死。”所以口水战还是有持续。那另外看到呢，现在川普关税是推了中国一把，这个是中国成为川普关税的最大赢家吗？现在抢攻非洲市场，爽买巴西咖啡豆。看到巴西的部分因为川普呢对巴西豆在内的巴西产品实施高达50%的关税，每年800万袋的销往美国的咖啡豆很难找到新的买家。路透社报道，但是在关税的冲击之下呢，这个巴西向美国出口巨量的咖啡豆可能会转往中国。一方面呢是2国同属金砖的国家集团，贸易往来密切；另一个方面呢是中国的咖啡消费市场近年来正在快速的成长所以你美国不买，会不会现在转往到中国去了？另一个部分看到的是非洲的部分因为现在南非利比亚、阿尔及利亚、突尼西亚等4个国家呢，面临到25%到30%的高额关税。另外还有18个非洲国家被课予15%的关税。那截至目前那个关税截止呢，美国还是没有跟任何非洲国家达成协议显然非洲国家不在美国的优先名单上面。那这个时候呢，中国出手了。中国在6月呢已经对非洲出手了，暂停几乎所有非洲合作伙伴的进口关税。所以一来一往是不是直接会影响到？另外一方面看到的是欧盟的部分川普 2.0 喊让美国再次伟大，强势敌意反促欧盟再次团结。这个是德国的这个南德意志报，他直接报道指出说，京东集团呢将收购欧洲最大的电子连锁商，或许不该被视为威胁。那这一次呢，是欧洲跟中国大陆的科技携手合作的一个契机，因为这个大陆的产品早就已经跳出欧洲人的一个观念，叫做廉价品质差这样的印象，所以有许多的这样的领域呢，已经进入领先者是事实。好，那今年上半年呢，包括了中国的货物贸易进口出口总额呢，达到了21兆人民币，那创下历史新高。包括了这个电动载人汽车，还有这个锂离子的这个蓄电池，另外还有太阳能电池这个新3样，成为中国外贸出口的新名片。甚至还有现在新加坡人他直接讲什么？他说中国汽车高性价比已经迎头赶上了技术水平，最终他的车什么选择了比亚迪。所以像是世界的贸易局势已经在悄悄改变当中了。请教彬哥怎么看？我是觉得我们当初为什么要找郑丽君去谈这个东西，我到现在都没搞懂。他的专业根本就不是关税，不是财经相关的，他完全不是他什么也不懂你叫这个人去谈，到底会谈出什么结果出来？这都保密是啊，然后所有的过程一切全部黑箱。是，那到现在到底怎么样，没人知道。然后我还看到有帮他洗地的文，说什么郑丽君专业沉稳美方视他为难缠的对手。难缠的对手好难缠难缠到你被克20%。
然后我们所有的条件到底是什么完全不讲，这是什么难缠的对手？莫名其妙，这些人就是每天丧事喜办，报喜不报忧，然后到现在台湾所有的厂商全部都忐忑不安，因为到底未来怎么样没人知道。你现在到底要我们的厂商到底是要接单呢，还是不要接单？他的工厂到底是应该要扩张，还是要直接关门收起来算了？现在没有人知道，因为根本不知道你谈的结果是什么。政府就一直拖拖拉拉，本来不是 fast forward 吗？那现在呢？所以我真的觉得这个政府无能到一个极致。然后大家每一个还说你不可以质疑政府，还要在野党要变成他帮他支持做他的后盾，我就觉得赖清德总统脑袋有问题吗？你要在野党帮支持你，你要在野党让你的特别条例过，然后你要罢免在野党，你到底在玩什么？我真的不懂，这个人都不会精神分裂吗？他到底知不知道自己在干嘛？那我现在可以确定的就是赖清德身边大概就是围绕了一匹马屁精，因为川普身边也是这样，这个纳瓦罗就是个标准的马屁精呢。还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哎，把他捧得很高，你真好意思讲？是，川普应该很开心啊。怎样？纳瓦罗你们是怎样？你们是马屁家族是吧？不拍马屁，你这个人活不下去是吧？他胡说八道什么东西啊？川普正在搞坏美国的经济啊！只有你们这一群马屁精才会支持他啊。所以大家其实现在在等着看美国的好戏，看美国下半年经济会掉到什么地步。你们上半年已经负成长了，是我看你下半年会变怎么样？所以这些人真是好意思啊！但是问题是，美国毕竟是一个经济量体非常庞大的国家，所以当他对任何一个国家出手的时候，每个国家都会头痛。现在印度就非常头痛，他不可能满足美国开出来的条件。对，那可是问题，他说真的，他也惹不太起美国。可是对莫迪来说，莫迪这个人本来说话就不算话，所以他就算表面上对美国承诺什么，他私底下大概也是不会真的去做。他想的大概就是用以拖代变的方式，想办法拖到你川普卸任，我就解决了，就海阔天空了。是，那问题是他拖不拖得了这么久？印度的经济到底撑不撑得过去？那就看印度的本事。反正莫迪很厉害的一招就是很会对内宣传，到时候就算对，就算印度经济变差了，他大概也会用宣传的方式让印度人民自以为自己经济很好。是，这个大概也是他做得出来，所以不用太过为印度担心。那我认为印度还是会继续买俄罗斯的石油，因为印度是有便宜就会去占的国家，所以他一定不会放过这个东西。那至于巴西现在跟美国闹得很僵，可是实际上川普在对巴西又变他口，因为他又退了，本来是说50%，现在他自己又降回10%。虽然他说没有，我没有全部都降回10%，有一些还是要维持50%。对，可是他将近一半的东西已经降回10%了，那他到最后会怎么样？不知道。所以川普到现在很多东西其实都还不见得是定案，但是我相信很多国家因为开始对美国产生不信任感，所以他会想办法分散市场，也就是不能够，大概所有的国家都警觉到，你如果再依赖美国这个市场，你未来随时可能会被出卖，对，可能会被搞死。所以世界的经济布局已经悄悄开始在改变当中了，只有美国人还在洋洋得意，觉得说哇，他还是世界第一，你看全世界都屈服在我的关税之下，真的有这么容易吗？你看着好了，经过这一波之后，中国在经济世界的版图恐怕会更加庞大。好，请教谢大使怎么看呢？其实从看这个郑丽君可以代表台湾去跟美国谈判，就知道民进党政府啊，就是乱搞一气。对，你今天如果一架飞机，对不对？今天飞不起来了，你派一个外行人去修飞机，飞得起来吗？你以为谈判比修飞机容易吗？那个是多少年的这些培养才会有一个谈判，尤其是外经贸谈判的。是，对，那里面要牵涉到很多法规啊，牵涉到很多专业知识。那民进党基本上认为政治人物可以是万能的，对，他们都是只懂政治，就是很会选举，都是选举专业。可是呢，其他都不专业。他认为这些选举专业就可以干一切事吗？你医生可以随便，你今天人生病了可以随便找一个人取代医生吗？这个社会是有分工的嘛。那你看我们政府从过去从来没有那么乱过啊。我们经贸谈判一直都是专业的这些经贸官员在处理啊。行政也有这个经贸谈判办公室啊。那为什么不让行政院经贸办公室这个来负责主谈呢？让一个完全外行的人担任主谈。那中国大陆派副总理没有错，何立峰是主管经贸的官员啊，常年主管经贸，对，下面也都是他任用的人啊，人家也是派专业，只有台湾派一个完全搞文化部长出身的去搞经贸谈判，
你说你会谈得赢，那不是笑话吗？对，你一个打排球的跑到篮球场上去跟人家赛球，你不是自己乱搞吗？是走错项目了。你本来就不行了，还要乱搞，所以现在这个国家就怎么样？我说穿了，就是2个字，就是乱搞，一点章法都没有。哎，你现在说20%已经怎么样？已经对于我们台湾的很多产业界，大家已经哀鸿遍野了。没错，现在这个产业界一片哗然。我说不，你起码应该搞跟日本、韩国一样15%，对不对？你不是说台美关系坚若磐石吗？美国一定需要台湾吗？如果台湾的这个第一岛链啊，如果美国失去第二，美国整个在亚太的这个整个战略情势都改观。你讲自己那么重要，为什么你不跟人家日本、韩国重要？结果你台湾搞到什么？搞到跟越南、跟印尼这样子差不多一样的水准。所以呢，基本上就平时骗别人骗惯了，骗自己也认为信以为真。然后呢，一去接触现实，原来差距那么远。那让我们的这个产业界，我跟你讲，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危险。还有一个最大的问题，现在还没谈呢。你郑丽君回来干嘛？你给我们个交代吧。美国要我们开放市场，开放到什么程度？是一个讯息要先出来给我们知道。你今天越南跟这个印尼是100%开放零关税，通通要进美国货，通通进你台湾。那现在美国货是不是要通通这样零关税进台湾？你们谈到什么程度？对。赖清德就讲说我们有保密协定，你骗谁啊？保密协定事实上你还是要跟国会要去报告的，不能你可以跟国会开秘密会议，对不对？你把你的情况要跟国会先沟通，然后你要跟产业先沟通，你们支持，你们撑得了，撑不住。如果这个结果撑不住，对，你不能你自己政府在那边乱谈，回过来这些产业都垮了，那你要政府谈什么判？谈判要知道。我们国内哪些产业是必须要不能退的？你退了就这个产业就是送给别人了，对，或者说就让他完蛋了。你谈判要知道为何而谈啊？那个赖清德还居然说，我们谈判有2个目的，一个要加强跟美国的什么经贸合作关系，谁跟你合作啊？人家在跟你打仗，你去合作。第二个，他还说我们希望加强国安及多领域的跟美国的合作。你把国安扯进来干嘛？你扯进来，你就要多付钱，对，所以就是胡搞，然后这个时候又搞一个去美国过境，你要过境你要多付钱，所以呢，这个整个的战略就是一塌糊涂，这个什么国安团队根本就是一群饭桶。好，请教舰长怎么看呢？网友说啊，那个我们副院长郑丽君已经跑了5趟了，那个这个5趟是告诉我们什么？其实5趟告诉我们的就是第一个不懂。第二个听话，所以那个赖清德总统才派你去啊，因为你就是个传声筒啊。那这些人啊，全部都是政治动物，也就是你真的问他专业的时候，他还真的不懂。然后也就是任人摆布啊，所以啊，我们必须这样讲啊，南部就是选了一个西瓜都会赢。但是这些人永远都是内斗内行，外斗外行。你搞大罢免很会啊，可是呢，你不要忘了人民的意志啊。我们讨论了半天啊，大家永远嘴巴里头只讲到的就是台积电，就是 ICT 产业，你知道吗？那些都是人很少的产业。我们有仔细看到有关于这轮胎的、五金的，还有机械工业以及工具机的这一些传统产业吗？这一些产业才是我们一般用人最多的产业。我们看看车胎产业，他说2个月以后就会出现转单。那有关于五金业，它70%都外销美国，现在呢不知道该怎么办。然后其他的这一些其实都是非常惨的一个状况。那大家会想到一件事情，韩国为什么谈得这么好？因为韩国找对人了。韩国不但找对人了，这个对的人还找到对的政策，因为他找到了一个产业部长金正官。他讲什么？他讲的不是 MAGA， 他讲的是 MASCA。MASCA 是什么？也就是让美国的造船业再次伟大。这个直接对到了川普的心坎。川普要的就是这个啊。讲到重点了，对不对？那个 S 就是 shipbuilding， 也就是
你要造船，我韩国可以协助你。韩国为什么可以协助你？因为我们只是第二而已。第一是中国大陆啊，现在订单都在中国大陆，我们造船业是空的时候，正好帮你最好。第二个，也就是他们的那个副总理，还有那个企划财政部部长这个具润哲。那这一位呢，他从大学毕业之后，他历任了金大中、卢武铉、李明博、那个朴槿惠、文在寅、尹锡悦这一些总统，他全部通通都在任内，也就是他才是真正的财经幕僚，他去了。那但是我们看看，我们台湾都找哪些人啊？你找一个之前是文化部长的人去，那你看看国防部找的是谁？你找一个律师，这个律师呢，其实之前干什么？之前可以干经管会，又可以干国安会秘书长，然后现在干国防部长，意思是他是长官肚子里的蛔虫，除了生孩子之外，什么都会。好，我们休息一下，广告回来继续讨论。欢迎回来新闻大白话，我是罗旺哲。再看到韩国的部分哦，现在美国要加强韩国的抗中力道了吗？因为根据日本媒体 TBS 报道，李在明呢目前正在11号的时候呢就会起身赴美，当地12号的时候会会晤川普来进行方向的一些协调。那韩媒指出呢，现在韩美同盟现代化的方案呢可能会成为会谈上的焦点，把这个案子呢纳入到外交还有安保上面的多项协议，相当于对于川普的第2张账单。好，那现在第2章呢，有没有可能牵扯到安保跟国防部门？大家持续看下去，因为现在为了防范中国的空中兵力扩张现在驻韩的美国空军将展开第2阶段的超级中队的这个测评。那现在呢，预计10月前就会31架的 F-16会从这个群山基地转调到乌山基地了，所以是不是要拉韩国来加强抗中的力道？那韩国的谈判手法是什么？刚刚谈到造船，现在成立了这个联合工作小组来应对美国的大规模投资项目。因为韩国的3大造船企业包括了现代重工、还有韩华海洋、还有三星重工，与韩国造船海洋工程会共同组成的一个工作组。那他们将放在让美国造船业再次伟大的倡议上呢，让美国那现在呢，首尔政府已经根据了这个倡议，提出向这个造船业投资1500亿美元所以呢，可能这点是美国非常喜欢的。好，那现在看到的是解放军驱离外机内幕大公开现在中国官媒称这个5直10驱离逼近美国的直升机那个央视呢在庆祝8·1建军节而制播的军事纪录片当中呢，智曝这个共军曾驱离通过台湾海峡外国军这个军舰上起飞的直升机，最后呢外军直升机呢知难而退。那尽管在影片上呢，这个外军的直升机呢被打上马赛克，但明显可以看出是美军的海鹰直升机。那美国的新闻周刊指出这个海鹰直升机确实是美国还有许多太平洋军事同盟国家所使用的这个舰载机。那另一个方面来看到的是首次公开看解放军如何精准掌握外军的信息来确保驱离。这个是南部战区的这个空军某雷达站全天候对于这个空警侦察任务，官兵在24小时呢轮流战斗值班，还有雷达操纵员的模拟训练室。那在一次的值班过程当中呢，遇到了紧急的空情，发现一架外军机在几分钟之内呢，这个战机挂上实弹升空，2机盘旋交锋之后呢，雷达站精准的控制了双方的位置高度，最后呢外军机怕了拐了个大弯，后来走掉了。好，另外一方面来看到的是这个歼10击落歼20的隐形战机中国大陆的练兵扑出玄机在一次的对抗当中呢，中方的歼10C 战机在作战的系统支援下呢，成功击落了一架歼20的隐形战机。这个飞行员他透露出他如何击落的这个隐形战机的细节。他说这个飞弹发射之后这个战机的雷达也无法持续探测到对方的目标，他怀疑目标可能是隐形战机，或是雷达遭到对方的干扰，甚至呢他当下直接请求这个友军单位呢来扫描目标，预警机呢为歼10C 所提供的情报，才让他可以锁定歼20。那另一部分来看到的是这个印度的这个标风战机被击落的真相曝光，误判
情报误判中国的导弹射程，这个是印度官员讲的。那现在呢，包括了巴基斯坦官员直接讲说，巴方还发动了电子干扰来扰乱印度的空军系统。那对美国来说呢，现在美国是不是要发展 F-55呢？那美国 F-55是不是川普的行销幌子呢？业界说 F-35啊，塞2颗引擎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川普说啊，如果把 F-35为基础开发出双引擎版本就升级版了嘛，所以面临的 F-55战机，那很有一部分的原因是他不喜欢单引擎，但问题是，如果你要将 F-35改装成双引擎的战机的话，就必须要彻底设计机身、还有机翼、还有机尾还有隐形的外身，而不是在打造一个变体加一个引擎而已，没有这么简单。所以川普是把这个 F-55想得太简单了呢。先请教彬哥，彬哥你怎么看这个？现在美国要拉韩国来加强抗中力道，这个其实是很合理的啦。因为美国本来它现在的整个战略就是要让日韩担负起更大的责任，甚至包括我们台湾都担负起更大的责任。然后美军退到第2岛链甚至第3岛链，这是他们的基本战略。所以他一定会大幅要求韩国，不管是在军费上也好，或者其他相关的力道上面都要加强。然后他也知道韩国的造船业是不错，所以美国现在自己的造船业不行了，所以他当然就是要利用韩国的造船业，然后来帮美国生产军舰啊，然后提升美国的造船能力，这个都是很显而易见的一个走向啊。所以我觉得未来这个趋势应该是不会变的，那只是就是看双方合作能够合作到什么样一个地步而已。那当然对韩国来讲，韩国其实也没有什么别的选择，因为实际上我们也都知道，韩国也就是个被美国控制的国家，是，所以他大概也就是美国要怎么走，他就是往这个方向走。那导致你这几年可以看得出来，解放军对自己的自信心越来越强，所以过去很多被他们视为机密的东西，他们现在都是直接把影片都给你看，然后甚至还告诉你他是采取什么样的战略，然后他驱离了怎么样的敌人，所以他最近这种影片越来越多，这代表他对自己的自信心越来越强，而且我觉得这也代表他们现在可能在研发更多其他的下一代的机种，更高阶的武器。对，所以他已经不再在乎这些机密让你知道，我就让你知道我也不怕，而且更重要的就是他也要借这个方向来产生威慑力，也就是让你知道我现在只是不愿意跟你正面起冲突，并不是我打不过你。我觉得这是他要传达的一个意义。那他特别讲这个歼10C去击落歼20，其实代表什么呢？其实他就在告诉你，第一个，即使是世代上比你落后的战机，即使不是逆中战机，但是只要借由整个体系的帮助，我还是有可能击落逆中战机，战力也是很强。对，所以这个就是他在告诉你一个未来作战的一个体式，这个态势，也就是不是你一台战机本身强就有用，而是我整个体系联合发挥效果之后，我一样可以打垮你，即使我看起来好像并没有比你先进。所以这个就是未来战争的趋势。这一次巴基斯坦其实也是用这种方式去打垮印度的空军。所以印度如果没有办法发展出这样的体系的话，它未来当然就不可能是再继续跟巴基斯坦抗衡，这也是印度自己要赶快改进的地方。那至于川普老讲那个什么 F-55，本来就是胡说八道的东西。因为战机这么简单吗？单引擎就直接改成双引擎，那其他地方都不用改，你在讲笑话，天方夜谭嘛，根本不可能嘛。所以基本上你单引擎飞机要改成双引擎飞机，就是重新设计啊。基本上就是重新设计了，那重新设计哪那么快？你整个气动力啊，相关的这些都要整个大改。所以川普本来就是门外汉，所以他会讲出这种话一点都不稀奇。问题是什么？问题是谁传递给他这种错误讯息？告诉他随便塞2个引擎进去是可行的。所以我觉得现在川普身边围绕这一瓶马屁精，才是未来真正让美国再次衰落的幕后黑手。好，请教舰长怎么看呢？其实川普这样做、这样说啊，也就是 F-55的部分啊，这完全就是一种自以为是军迷，但是实际上他是军盲的一种说法。那这就好像我们台湾也有很多人啊，说我们现在要造这个轻型的巡防舰，就把沱江放大就好了嘛，这不是跟川普一样的想法吗？他是不知道吗？你只要改动了任何一个部分，它的无论是气动力构型，那在海面的话，也就是它的流体力学完全就不同了，怎么会一样呢？战机的研发都要从你的作战需求开始，而不是你觉得什么好你就继续弄啊。那我们看到啊，其实当初有关于 F-55的部分啊，就是从
5月这个时候讲，可是这个时候我们看到了这一篇文章，他讲来讲去的，也就是讲说，哎呀，他们现在在研究 F-55，但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就是5月之后，还有在听到 F-55吗？没有了。那这件事情也不用等到国外的专家跟我们讲啊。那其实我在5月的时候，在有台的节目，我也就这样讲啊，就是这更没用嘛，不要再用那一些军盲的那种角度来看这件事。至于现在的作战形态，都已经是我们讲到体系化。体系化真正的最重要的节点，也就是预警机啊。所以你买了再多的其他乱七八糟的飞机都没用，你最重要是预警机。但是预警机呢，现在既然变成重中之重，它也是最重要的一个打击对象啊。我们看到为什么解放军他们在研发霹雳17。可以打到400公里远，因为它就是要在你的这一个预警机的雷达征收范围之外，然后从有高度的落差，然后直接攻击你，在你的那个波束套的外面攻击你。这一个所显示的就是一个波束套的一个示意啊。那其实我们讲到这一些，也就是例如说歼10它竟然去。可以有效的拦截或者是击落、模拟击落这个歼20啊。其实另外一件事，也就是最近大家常常在讨论有关于这个歼20到底有没有穿越这个对马海峡的问题。这个问题啊，大家都在讲，连韩国的媒体都在报道。那可是呢，韩国跟日本为什么不讲话？你拿照片出来说，当时我们有监控伴飞就好了，但是为什么拿不出来？可能真的没有抓到啊。那如果说以这样的一个可能的航线的话，其实我们必须这样讲啊，这是在于逆中战机它的机侧这一个部分最容易被接收的部分，也就是我们看到以机侧这个部分，它的 RCS 是最为强烈的部分。它为什么敢？因为他知道你没这个能力呀。那为什么没这个能力？大家有人说萨德不用，为什么？因为萨德它的雷达不是旋转式，它是固定式的，对准北方，对准北韩的，那他怎么看后面啊？那真正该讨论的是日本，日本有这个FPS3跟 FPS5。这两种雷达，可是这两种雷达有个最致命的问题，也就是他当初最想做的，也就是对于飞弹的防御，所以他用的是垂直极化的一个天线，这个天线没有办法来反制预警，也或者是征收预警逆中战机。好，请教介大使。韩国这次这个跟美国的贸易谈判，它的关税税率是15%，韩国国内并没有很大的恐慌。那最主要就是说，它比我们台湾在美国市场上最大的竞争对手，它有5%的关税优势，要差很多这差非常多啊！这很多我们过去在美国还有的市场，可能就要被就要被这个韩国拿走了。另外就是说，我们在这个美国市场主要是电信产品啊，大概在65%以上。可是这个问题，美国有一个232调查报告会出来，因为这些电信产品很多都跟美国国安有关。是。如果有关的话，美国又要给你加税，所以你不要以为25%的关税啊，我们现在就这样子20%的关税就这样决定，还没有呢。那当然，韩国除了这个关税比台湾占优惠以外的话，占了5%的优势，这是很大的优势啊。那还有一个就是说，他们对美国的投资已经确定了3500亿。是。那台湾要对美国投资要多少钱？现在还不清楚。盖牌了，对。现在如果说是3000亿或3500亿，非常大一笔钱哦。那会造成我们的这个国库的很大的损失。其实呢，现在大家都在讲关税这件事情是全世界都跟美国共同的话题哈，原因是他没有放过任何一个人啊，甚至呢，他现在也告诉你了，慢手给笑哦哈，如果你再这样下去的话，也会升的。这个是印度下一次已经被拉到25% 的关税了。那某种程度来说是川普给他的一个惩罚，或者他们认为是一个威胁。
但是即便如此，还跟你讲不能再买俄罗斯油，再买我就再加罚金，他还是继续买。印度2名官员直接跟《纽约时报》讲了，我们的政策不会有任何改变，便宜的油为什么不买？川普说 OK 啊，好，我也听说这样，没关系，大家拭目以待。可是呢，在大陆这一边，他们怎么看这件事情？大陆官媒牛弹琴呢，他是这样讲的，说，其实这些是长期合约啦，你不是一夜之间就有办法停止购买的。川普、莫迪确实交情还不错，但是印度跟俄罗斯的关系更是长远还有深厚。只是川普的这一出手，确实也造成了一些影响。譬如现在大家所看到的就是，满载着俄罗斯石油的船只，现在已经改道要避开印度，改往其他的地方。要怎么样后续来做这个转换，现在还不知道。但是莫迪很直白的告诉川普，没关系啦，我们不急。彭博社的报道，他们讲到印度呢，2月的时候有跟美国讲，我们不急的是不急着再买你的 F-35隐形战斗机了。之后是不是会因为关税而让美印之间的交情出现一些变化？这个大家可以好好来观察。因为呢，这一次的这个关税战，其实川普早就已经不爽在先了。7月20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突然之间跟他共和党的人开会吃饭，讲了一个印巴冲突，哎呀，5架战机，印度战机被击落。7月30的时候呢，直接跟你讲，我是征25%的关税，而且你买俄罗斯的能源，我会额外罚金，然后再到7月31，他就跟巴基斯坦签合作协议了，说要开发石油储备，那不就是整个跟印度在对着做吗？现在的美国到底他要怎么样来走他未来的路？因为呢，看起来美中现在谈判后续还有的谈，可是呢 ，H20上一波已经说要放了，但现在说卡在哪里？卡在出口的许可管制。许可管制呢，你必须要由他们美方这一边的商务部来给予这个证。结果现在说人力短缺，所以变成呢运作陷入瘫痪 ，H20没办法出口。甚或现在大陆这边他们还要求，同样的方式嘛，你一直怀疑我们科技这边有后门，我也怀疑你 H20晶片的安全度啊，我也怀疑你有后门。甚或呢，我们知道你有可以追踪定位，你远程可以关闭，好啊，那你拿一个安全证明给我看。让我怎么相信你回答呢？而且呢，现在中美的经贸谈判之外，美国呢，它是有一个步骤的哈，你现在越看越清楚了。它先跟欧盟、先跟日本谈，然后呢，看起来它是很强势的，要主导议程，然后呢，要达成它那个优先的不平等的结果。但是呢，在美中的时间排在后面，那换句话说呢，是不是后者它有更多的协调空间，前面那些它就不会牵制了？而另一个部分呢，则是中方也在美中会谈之前，赶紧跟美国的外企，比如说波音啊、苹果啊来会面，想要塑造的是他自己其实还是愿意跟美国做生意。那如果是这样看的话，很有可能是怎么样一个后果呢？美中之间的竞争现在持续在进行，对于川普来说，他更重要的是他内部的经济问题，外部有这个敌手，内部呢最大的敌手是什么？失业率跟就业数字的问题，还有的就是他的联储局的问题，也就是他现在的联准会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状态，还有他们家庭有没有可能因此关税问题而造成他们的损失提升。现在有一个数字说，有可能是1年会造成损失$2400，有可能会造成他们的通膨再次加深吗？川普现在呢？现在难题很多，国内的难题，他来找对手找这个敌人。他现在认为敌人是什么？是 BLS 的。也就是所谓的劳动统计局，他觉得劳动统计局那个就是拜登任命的，那个就是一直在给他乱做数字的，所以他现在就直接把他给 fire 掉了。但是呢，克鲁曼就直接讲，如果你要是这样做的话，那有可能会造成对于美国经济大家对他客观数字的一个严重误判的后果。巴菲特旗下的波克夏很多投资者都在看他现在怎么投，第二季发现了他的营业利润呢下滑了4%，也就是说，川普的关税现在后续的冲击影响可能还没有真正的显示。
而另一个层面，因为美中现在算是少数还没有真正谈定下来的嘛，中方现在有多少筹码呢？他们在今年上半年生产总额比去年增加了5.3%，货物贸易进口呢则比去年同比增加了2.9%。看起来在这一波的关税战之下，它还是有在持续的慢慢的前进当中。但谁能够稳住大局，谁就能够掌握局势。所以请教一下邱毅委员，现在呢对于印度来说一定很生气，你先给我25%，现在还要叫我不要买俄罗斯油，便宜的油我为什么不买？刚才我说过，谈判之前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要有充分的信息，你要知己知彼，而且要懂得去分析对方的优势、劣势、机会、威胁，从而才能做出正确的策略判断。印度就犯了这个问题，因为在拜登时期，拜登很礼遇印度啊。你知道，在拜登之前，从奥巴马把整个亚太叫做亚太战略、亚太再平衡战略，重回亚太战略，是谁开始把亚太变印太？就是拜登啊。所以到了拜登，整个亚太地区跟南亚就结合成一块了。印度在美国的亚洲战略里面，它就越来越重要。莫迪就拿翘啦，再加上它的经济总量不断的往上攀升，它不但人口超越了中国大陆，成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它在经济总量上面也可能在未来的2年内，它会超越日本跟德国啊，它会仅次于美国跟中国啊，会排名全世界第3啊。在这种情况之下，莫迪就觉得我印度越来越厉害啦，所以我印度可以站在中美俄罗斯3强之间，我可以在里面游移，在里面投机取利，我能得到对我印度最大的国家利益。这样的一个判断，你也不能说他完全错，但是未免太乐观了。而他认为川普第1任，他跟川普互动的不错啊。这次川普2进宫，他在2月的时候，莫迪也到了白宫跟川普见面，2个人也亲密的不得了，这都使得莫迪发生了误判，以至于莫迪在谈判到市场准入的时候，他把态度弄得过度强硬。其实这谈判本来就应该有白有黑，有硬有软，有进有退，有牺牲有获取。但是他在整个市场准入上面，因为印度本身你不要看它经济总量很大，它的每人平均 GDP 在全世界应该差不多124名、125名，非常的低啊。它国内的贫富差距很严重，贫穷问题也很严重，所以它没有办法把它的农产品跟它的牧产品畜牧产品，它把它开放啊。一开放的话，它在国内就会引起人民的怒吼，所以它的政权就保不住了。所以这方面它持有太强硬的一个态度。好，那现在川普又挑出一个问题，就是他要惩罚俄罗斯，要惩罚伊朗。而他发现在俄乌战争里面，你印度就是拿着你跟俄罗斯过去的交情，在里面做倒爷啊。你从俄罗斯进了一大堆的廉价的石油天然气在转卖啊，所以他惩罚的对象其实首要目标不是中国，他的2级制裁首要目标就是印度。可是这些对印度来说都无法接受，都没有办法接受。最后一句话，其中也最关键的，我们谈判的时候，为了避免破裂绝对不要故意刺对方最痛的那一块这个川普就是刺了这个莫迪心里最痛那一块因为印巴战争，明明是印度的阵风战机被打下来了。这个川普哪壶不开提哪壶，就
提出来说，印度被打下来了5架的飞机，被打下来5架飞机，这5架飞机当然就是印巴战争打下来的。好，所以在野党在国会就开始用这个题目来质询莫迪，那还建议莫迪说，你若觉得印度飞机都没有被打下来，那把所有的印度所买的30几架阵风战机都展示不就好了吗？这个不是给莫迪大为难吗？不是揭穿莫迪的谎言吗？莫迪就是用了那么大的力量，全部的力量要去掩盖他印巴空战失败的结果。是你现在被川普又把他给戳破了，这就造成了美国与印度之间的谈判因此触礁了嘛？是，请教一下左老师，您会怎么看？好，其实印度说起来就是他既没有能力威胁美国，他也没有能力收买美国，因为这两个几乎是我们看到这一段时间关税谈判里头两个这个通常能够跟美国好好坐下来谈出一个对自己有利结果的2招嘛。比如像是中国大陆，他就掌握了稀土，所以虽然那时候关税一路喊到100多，最后呢全部都压下来，现在暂时冻结在30对没有错，对大陆是很不利的，但是比起之前原来那100多，差别还蛮大的。为什么？就是稀土嘛。第二个，要不然你就是收买嘛，像日本啊、韩国啊，都向美国投资啊。那印度没有掌握住可以威胁美国的武器，他也没有资金去向美国投资，所以他其实是一个没有筹码的。那刚才邱委员讲到一个关键嘛，他态度很强硬，在所谓的关税谈判的过程里头，所以美国人是很挫折的。但是还有做了一件事情是让川普非常不愉快的，就是呢，川普讲了好几次是他去调停印巴的这个冲突，结果呢，印度说他们不欢迎第三方来调停，是他们自己决定的，这个让川普觉得很没有面子啊，所以我想本来他们两个感情是很好的啊，那结果后来这个在这一次事情完全翻船，川普也不假辞色啊，那当然。特别是他做了什么？他还见了这个巴基斯坦的这个陆军参谋长在白宫，然后说要跟巴基斯坦一起去挖石油。巴基斯坦，我觉得倒是提供另外一个有趣的一个案例啊，因为他公开说川普应该得诺贝尔和平奖，这个就讲了川普很愉快啊，就好像现在这个柬埔寨的副总理也说川普应该得诺贝尔和平奖。我觉得他大概是柬埔寨大概是从这个巴基斯坦这边得到一个启发哈。那当然回来讲到这个另外一个重要的事情，就是川普开除了那个劳工经济局的局长。其实我觉得这个让大家很意外，因为其实他的风评还不错虽然他是拜登时代任命的，但是基本上他是一个官僚出身，然后呢也算是一个没有党派立场的一个这个非常受到尊敬的一个经济学家。那为什么川普要这么做呢？其实很简单嘛，他就是要转移焦点嘛。因为其实他自己内部也碰到很多的这个挑战嘛，所以当然他就要不断的开火，找这个找那个，说问题出在这个人，问题出在那个人我觉得这个大概是现在他的一些做法了就是要铲除一些坏消息，一方面让大家去转移焦点，说这个人你看，因为这个是很符合所谓Mega 他们的这种所谓的阴谋论嘛你看这个就是拜登埋伏的暗棋，要来破坏我的大局，所以我觉得当然这个川普的这一出戏后面还应该会有很多戏剧性的这个桥段。是，请教大钟老师。对，我觉得因为我刚讲到川普的特色了，他所在意的就是赤裸裸的利益所以对于美国的朋友、盟友、伙伴，从刚才上一题讲的韩国到现在印度，其实都要有个适应的过程。还有一点是重新校准美国的对外关系。刚才讲的韩国，尹锡悦2023年4月份去白宫风风光光，因为拜登要做是拉拢美国的盟友，要去做大包围圈去对付北京。印度其实扮演角色也是如此，在拜登任内他把这个四方安全对话的这个层级升级成元首的峰会，对于印度是有很多些拉拢的作为，甚至包括在俄乌战争爆发之后，我们知道印度在大买俄罗斯的石油，但你基本上看不到拜登对印度发怒。对，他所有的沟通都是私下的，都是台面下，希望你多做一些，而且他还希望印度能扮演的角色是能够牵制中国大陆的崛起。所以这次过去4年印度所受到的这个拜登的一个待遇，但川普不是因为川普
刚讲了好几件事情，可能印度都没有投其所好啊，包括这个印巴的这个调停者，印度不认，还有刚刚讲的 F-35，在上一次拜登跟川普跟这个莫迪见面的时候，川普提出这样的一个提议跟建议，可是印度基本上是冷处理，那这也是跟这个我想是不符合川普所在意的事情。那还有一个地方是以目前来说，这个川普对印度是强硬的啊。那他所提出的理由其实非常有意思。第一个是你还在买俄罗斯武器；第二，你还在买俄罗斯的石油。所以川普最在意的地方还是从经济的角度去看待这2件事情。好，因为现在来讲的话，这个印度大概有1/3的石油是这个俄罗斯，而且每一天购买还是175万桶啊。这是川普所在意的地方。那为什么莫迪这么强硬？其实他可能还有内部不得已，还是农业、农产品还有基因作物，这点是印度的官员多次讲到说，他们能够让的空间很有限。所以莫迪说，那希望能够继续后续再谈。但是大家都应该体认到川普这个谈判的风格跟特色很清楚、很犀利。其实呢，现在讲到了印度，他们买的是什么？是俄罗斯的油嘛。那现在呢，其实美俄之间的关系也真的没有太好，甚至有点紧张有没有可能真的最后核战打起来了？这个是大家全球最在意的事情哦。因为呢，这个他的前总统，俄罗斯前总统梅多韦杰夫跟他就是在网络上面之间你来我往，两个人都很喜欢发tweet或者是呢这个发脸书哦，他两个人呢开始挑衅言论了，让川普气到直接下令要部署2艘的核子潜艇。现在呢，因为他部署了核子潜艇到进俄罗斯的水域，所以呢，就让双方大家想要讲，是不是你来我往之后，普京会用同样的方式来回应？那如果大家都开到这边，大家最怕就是这种擦枪走火啊！不要让一场网络口水战变成了核升级。莫斯科现在静悄悄，到底是什么原因 ？BBC 的分析是这样说呢：川普发出狂言只有10个多小时，克宫都没有回应，2个可能一个就是还在推敲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啊？我们要怎么样能够适度的回应？第二，根本不用理他，而他认为后者的几率比较大。现在美国的外交官呢，则在联合国讲说呢，其实你们一直以为中方跟俄罗斯没有往来，其实中国有秘密的向俄罗斯来提供巡弋飞弹的技术，而且呢，不仅是只有军民两用哦，现在这一些东西也都是他们彼此在交往之中的。但是呢，海底的这个军备新战局确实有可能在近年会有大大的推进。毕竟美国呢已经核电推进了，中方现在呢也说要复制技术，之后会弯道超车。换句话说，之后呢不是只有在能源的部分，能源加上军事，甚至呢在海底下的核潜舰的发展，很有可能以后会有一个大跃进，那就会让彼此之间在军备战更升级。因为呢，这个俄罗斯已经宣布了要量产高超音速飞弹真果树，而且要部署在白俄，所以现在整个局势不是只有美俄之间而已，还剑指的就是北约，还有就是旁边的这个3小国，他们现在其实会很担心整个欧洲。现在如果说呢，真果树中程弹道导弹会部署到白俄的话，那他们都会在这个射程5500公里的范围之内。而且此时此刻，普京又在提到收回领土也就是说呢，我现在这些占领区，那个不是我们占领，而是我们收回本来就属于我们地方。大家知道2战之后这个土地的划分确实有一些的历史缘故，但他认为那个本来就是我的，所以我现在通通收回来。亚美尼亚呢，现在也是慢慢的朝西方靠拢了，之后有可能再跟美国这边来进行联合军演。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在整个就是东欧这边的局势有可能会越来越紧张。毕竟现在乌克兰仗别忘了，它还在打呀。好，目前欧洲最大的核电厂就在乌克兰的这个核电厂扎波罗热呢，现在传出说附近有爆炸声响。IAEA 也就是国际的能源总署呢，他们现在说确实这边呢有看到一个大雾，有爆炸声，然后呢有受到了袭击，所以他们再次的呼吁大家军事克制，因为都担心会有所谓的核事故。至于乌克兰的前线，现在也发现很多人在发战争财，
因为呢抓到了一个乌克兰的议员还有官员，他们福报电子战跟无人机的价格被捕了。甚或呢，他们先前其实有很多的采购贪腐案。抬高价格多少？您知道吗？将近有30%啊！泽伦斯基说零容忍，但是大家也想问，在这整个战争的过程当中，有多少人是借由同胞的人命，或者是同胞的失落家园，在因此而发财呢？现在呢，这么一个反贪机构说还引发了这个国内的抗议，欧盟呢不满宣布要冻结金援，原因是因为发现了，原来先前送给你们这么多的资源，既然有人在这边发战争财，那后续呢，你必须要给各国一个交代。可是，请教一下邱毅委员，对于大家来说，俄罗斯来说，它剩下最重要的，因为这边打得很顺嘛，它继续打，但是跟美国之间的你来我往，到底是故意让它紧张，还是不要理美国？其实站在普京的心里头，他也非常的急。他在2000年那个时候提早上任，担任俄罗斯的总统。那时候他告诉俄罗斯的人民说：“20年，我还你一个强大的俄罗斯。”20年转眼已经过去了。俄罗斯现在乌克兰的战场还没有打赢对乌克兰的这一场战争，而且对美国对俄罗斯的各种制裁，表面上来看，俄罗斯还是很硬，但是实际上，俄罗斯的经济、金融都受到很大的伤害。更严重的是，刚才主持人点到重要的一点了，也就是墙倒众人推，树倒猢狲散。你不赶快解决乌克兰的问题，接下去就是过去苏联或独联体里面的那一些国家，恐怕都会跟西方结合，来打击你俄罗斯。那时候对普京来讲，就是俄罗斯的一场大灾劫。你总不能说一直躺在中国的身上吃大锅饭啊，中国也没那么多大锅饭给你俄罗斯吃啊。所以目前的情况，其实你不要看普京表面上气定神闲，但是其实心里很紧张。他就是因为心里紧张，所以才安排了一个黑白脸嘛。梅德韦杰夫本来跟他之间就是一个搭档嘛，普京做总统，梅德韦杰夫就做总理，任期到了。那普京下来做总理，梅德韦杰夫上去做总统，就这样子两个人轮来轮去，这就是一对二人转嘛。好，那现在谁做黑脸？普京都不理川普啊，因为他知道川普也很急呀，因为川普也急了，要赶快兑现俄乌停战的这一张政治支票啊。选举时候吹成那个样子，24小时，后来变成100天，100天也过了，也没解决，所以就给了50天。后来看看50天也没人理他，所以又变成10天，10天看看也没人理他，就变成8月8号啊，8月8号转眼就到了。他现在还有一个他想要拿到的诺贝尔和平奖啊，他希望赶快解决乌克兰的问题，他可以顺利的拿到诺贝尔和平奖，让他的声望能够超越当年的奥巴马嘛。他一直想要去对付奥巴马，他是一定要在这一点上要赢过他嘛。所以就在这一点上，川普心里也急，所以他开始就会想要口水战。可是口水战，普京知道这时候不适合跟他打，就找梅德韦杰夫出来跟他对打。这一对打，大家就以为说糟糕了，美国2个战略型核潜艇已经到了相关的海域，会不会发生核战争啊？因为梅德韦杰夫又说有死亡的手啊，这个死亡的手就是那个按那个核武大战的那个按钮啊。好，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最后的一句精彩的话，梅德韦杰夫最后的话顶他回去，就说你的战略核潜艇到底去哪里了？是不是到爱波斯坦的罗利岛上面去？我们先进广告，等等回来说。我们刚讲到美俄之间，现在大家最担心的就是它整个核威胁是不是已经升到了一个态势上？请教左老师。其实核武在从乌克兰战争以来一直被拿出来讨论，
当然，大家都认为说这是因为这个普丁的一种恐吓啦，就是说要阻止欧洲进入战场，阻止欧洲派部队到乌克兰去。但这个已经从恐吓变成越来越实际啊，就是说现在包括它的这个榛果树飞弹的这个拨到这个白俄罗斯去部署，然后包括他这个提到说他可能在哪些地方所使用这个战术性核武。那当然川普的这个策略看起来就纯粹只是转移话题嘛，就表示说他对俄罗斯很强悍啊。其实这个就是要掩盖他现在要讲的这个什么12天内这个就要停火这件事情，未来可以想见他又不会兑现嘛。所以他现在只好做一些动作。但是我们看到，其实他背后也反映一个很真实的事情是什么？就是说，原来美俄之间是有一个所谓的限武协定的。这也是当时这个奥巴马会得到诺贝尔和平奖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很重要的一个事情了。那现在这个美俄之间的和平协议，美俄之间的限武协议是在2019年终止，那双方都没有延续。2019年就是川普当总统的时候。因为这个限武协议被失效了之后，所以现在这个俄罗斯才可以到白俄罗斯去部署所谓的榛果树飞弹，因为那个是飞弹的这个它的打击范围原来是在限武协议里头所禁止的。那个飞弹它到了这个白俄罗斯之后，它是可以涵盖欧洲所有的国家，所以对于欧洲是带来一个真实的威胁，也就是使得欧洲在未来要派部队到乌克兰去，不管是作为安全部队，安全所谓的监督的部队，监督停火部队，或是实际上去支援乌克兰，都会真的是这个会受到很大的牵制，会有很大的这种威胁感。好，我们先进广告，等等回来请大钟老师来帮我们做结论。认为现在还有美俄之间有任何的核子这种紧张冲突状况发生哈，因为事情原点是在上个月中的时候，当川普见了北约秘书长啊，就是他有一些比较强硬的讲话，主要原因是因为川普觉得，我觉得他面子还是挂不住的，失望的，因为从3月份开始，他要说要调解俄乌战争，去年选举也在讲，但是进展有限，所以他讲了一些比较强硬的，这个下了一些最后通牒，从50天到10天，但是俄罗斯不是省油的灯，所以梅德韦杰夫是在社群媒体上反击，他说没有这回事，我们俄罗斯不是被这样吓大的，所以他用这样的方法，但里面讲到一个刚刚讲的死亡之手是指过去美苏在冷战期间，假设就算是俄罗斯苏联领导人不在，他会有一个自动的这核子报复，假设美国发生攻击的话，用这样的方法去抵这个川普，但川普当场这样子去反驳他，川普面子又再度挂不住。